你敢信嗎？有人就靠着看起來甚至有點粗糙的 AI 短劇，只發了30個視頻，粉絲就衝到了270萬，甚至還做出了單支播放量破億的爆款。這已經不是什麼秘密了，而是一個在中文 YouTube 上肉眼可見的新風口。我們扒了 YouTube 上超多爆火的中文 AI 短劇，從玄幻修仙到末日生存，幫你挖出了到底哪些題材才是真正的流量收割機，為什麼偏偏是這些題材火了？他們背後到底藏着什麼樣的創作秘訣？這份報告一次性給你講明白，說不定下一個1000萬點擊的爆款就藏在這些套路裡。Section 1：爆款題材深度拆解。我們發現那些真正火出圈的爆款身上往往都有3個標籤：強設定、強情緒、強視覺。而在這些標籤之下，有幾個賽道的熱度特別突出。第一類也是最火爆的核心賽道：奇幻、玄幻與修仙。這可以說是目前中文 AI 短劇裡最主流、最強勢的一個方向。為什麼是它？原因很簡單。首先 ，AI 讓想象力變得便宜了。你想想，傳統影視劇要拍御劍飛行、仙魔大戰，那成本簡直是天文數字。但對 AI 來說，生成這些超現實的奇觀，恰恰是它的拿手好戲。用很低的成本，就能砸出過去想都不敢想的視覺衝擊力。這當然能第一時間抓住眼球。其次，世界觀自帶出場設置、修仙、升級、門派、功法，這套東西對中文觀眾來說幾乎沒有理解門檻，秒懂。觀眾根本不需要消化複雜的背景，就能立刻帶入主角升級打怪的爽快節奏裡。最後，它天生就適合做成連續劇。修仙的路徑本身就是一條直線，練氣、築基、金丹、元嬰，每一集都能講一個小境界的突破，或者一個新 BOSS 的登場。這種結構簡直是為短劇的追更模式量身定做的，能一直吊着觀眾的胃口。第二類能瞬間抓住你的眼球，末世生存與規則怪談。如果說玄幻修仙賣的是夢想，那末世生存賣的就是恐懼和焦慮。這類題材簡直就是為短視頻黃金3秒定律量身打造的。開局就給你一個超強懸念，你聽聽這種開場：末日降臨，我躲在超市裡，門外傳來了奇怪的敲擊聲。或者歡迎來到規則怪談小鎮，請記住第1條：天黑後絕對不要相信任何人。這種開局自帶巨大的懸念，你會本能的想知道，然後呢？規則背後到底藏着什麼？這類題材的爆款邏輯，就是利用人類對未知的恐懼和求生的本能。它通過營造高壓的環境和一環扣一環的生存危機，讓觀眾的心跳跟着主角一起加速。在這種模式下，懸念密度極高，非常有助於拉滿視頻的完播率。而高完播率正是撬動平台算法推薦的最關鍵信號。第三類，情緒價值的穩定輸出，逆襲爽文與復仇打臉。逆襲絕對是短內容領域裡久經考驗最穩妥的情緒發動機。不管是真人短劇還是 AI 短劇，這個內核永遠吃香，劇本結構都特別直接。主角開局被羞辱、被背叛、被踩到泥裡，然後突然獲得金手指，從此一路開掛，把當初欺負過他的人一個個踩在腳下。它的核心就一個字：爽，而且是立刻兌現的爽。觀眾開局看得有多憋屈，後面主角反擊時就有多解氣。AI 的加入更是讓這種爽變得毫無顧忌。主角不再是簡單的升職加薪，而是直接重生復仇，召喚神龍，擁有超能力。AI 把想象力的成本打下來了，就能把這種打臉的快感推到極致。第四類，一個有趣的全球化增長點 ，AI 動物劇場。這是一個很特別，而且在 YouTube Shorts 上表現相當搶眼的賽道，很有破圈的潛力。就有頻道靠着 AI 生成的貓猫狗狗演短劇，實現了驚人的粉絲增長。它的成功秘訣可以看作一套組合拳。第一重，寵物的天然萌力。可愛的小動物本身就具有跨越文化和語言的吸引力，這是流量基本盤。第二重，擬人化的巨大反差。當一只貓開始一本正經的霸道總裁愛上我，或者上演豪門復仇記時，這種荒誕的反差感本身就構成了強烈的喜劇效果和記憶點。第三重，跌宕的冒險故事。這些動物短劇其實複刻了人類短劇裡所有成功的元素：衝突、背叛、成長、溫情。這讓觀眾在覺得好笑的同時，又能產生真實的情感共鳴。這種模式似乎特別容易獲得全球觀眾的喜愛。Section 2，流量密碼的共同結構。拆解完這些熱門題材，你會發現，它們五花八門的外殼之下，內核都遵循着一個極其相似，而且屢試不爽的敘事模型。我們可以把它總結成一個4步公式。第一步，鈎子 hook， 製造懸念。開場3秒必須扔出一個強烈的衝突或懸念，比如主角被退婚，發現系統末日降臨，這是留住觀眾的第一道門檻。第二步，鋪墊 build up，
建立共情，快速交代主角的處境和他的核心目標。他想復仇，想活下去，還是想變強？這能讓觀眾迅速和主角站在一起。第3步，升級 Escalation， 持續給爽點。主角開始用他的金手指解決一個又一個麻煩，不斷打臉反派，讓情緒價值一層一層遞進。第4步，留白 Cliffhanger， 誘導追更，在每一集的結尾拋出一個更大的危機或新的謎團，逼着觀眾去點下一集。這個鈎子鋪墊、升級、留白的循環，就是 AI 短劇讓人停不下來的底層結構。那麼，怎麼把這些想法變成視頻呢？目前，一種比較常見的玩法是用 ChatGPT 或 Kimi 這類工具生成劇本和分鏡，然後用 Midjourney 或國內的豆包等工具生成關鍵畫面，最後通過 Pika 或即夢這些 AI 視頻工具，讓圖片動起來，再配上 AI 配音。當然 ，AI 工具日新月異，這個組合拳也不是一成不變的，但核心邏輯就是通過不同的工具組合，實現快速、低成本的生產。Conclusion。所以兜了一圈，我們發現了什麼？中文 AI 短劇的爆款密碼都指向了強設定、強情緒、強視覺的結合點。奇幻修仙憑借視覺奇觀成了核心賽道，末世生存和逆襲爽文通過精準的情緒拿捏，提供了最直接的爽感，而動物劇場則另闢蹊徑，展現了驚人的全球破圈潛力。下一個千萬點擊的爆款就藏在極致的情緒共鳴和成熟的敘事模板這兩句話裡。我們有理由相信，隨着技術越來越強， AI 短劇的未來很可能會在保持腦洞大開的同時，畫面變得更精緻，故事也會有更多元化的探索。如果你也想抓住 AI 短劇的這個風口，別忘了訂閱我的頻道。我們下期將手把手帶你實操一部爆款短劇的完整制作流程。